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抢走你的饭碗？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最焦虑的问题之一啦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个差点成真，却又出现惊人反转的预言。从这个故事里，你会发现在 AI 时代，你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故事要从2016年开始说起。当时有 AI 教父之称的 Geoffrey Hinton， 他丢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。他很直接地说，我们应该马上停止培养放射科医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5年内 AI 一定会做得比人类好。他还用了一个超狠的比喻，说放射科医师就像卡通里那只已经冲出悬崖的歪星狼，完蛋了，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这话一出来，整个医学界都炸锅了，大家超级恐慌，特别是那些医学生，很多人吓到不敢选放射科，心想：天哪，我还没毕业，工作就要不见了耶！一个行业的未来好像就这样被一位权威判了死刑。时间快转到现在，快10年过去了。结果呢？那个曾经被预言即将消失的职业，真的从地球上消失了吗？ Hinton 的预测到底有没有成真？接下来的发展，你可能会吓一跳。这场预言的结果可以说是科技史上一个超级有名的翻车现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2025年美国放射科医师的平均年薪，大概是57万美金。你没看错，他们不止没有消失，薪水反而还越来越高。而且不只是薪水高而已，你看，他们的薪资成长率竟然高达 7.5%， 在所有医学专科里是名列前茅的耶。所以他们不只是活下来，根本可以说是活得更好喽。人力需求不减反增，这就很奇怪了，对吧？一个像 AI 教父这么顶尖的专家，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错误预测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预言为什么会错得这么离谱。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放射科医师的故事哦，它其实揭示了工作的真正本质，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职涯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启示。关键就在这里，那些预言家们犯的最大错误，就是把任务跟职务这两件事给搞混了。这两个概念有着天差地远的区别。怎么说呢？AI 确实非常擅长执行判读影像这个单一的任务，但是一个放射科医师的职务可远比这复杂多了。他们要结合病人的病史去做复杂的诊断，要亲手操作仪器做微创手术，还要跟其他科的医生开会讨论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他们要在报告上签名，为自己的判断负起法律和伦理责任。这点AI 可担不起。这个比喻就说得非常贴切。AI 就像一个超级聪明的副驾驶，它可以给你10000个建议，帮你看路况、找资料，但它永远不能是那个真正手握方向盘、踩油门、做出最终决定并且承担所有后果的驾驶。那个驾驶必须是人类。好，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，还有第二个关键，来自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理论，叫做杰文斯悖论。听起来很复杂，但简单到不行的说法就是，当一个新科技让某事情的成本变得更低，效率变得更高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件事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，反而会爆炸性的增加。你看这在放射科是怎么发生的哦。第一步， AI 让判读影像的成本降低，速度变快。第二步，就让做医学扫描，像是照个 CT 或 MRI 变得更普及、更便宜。那最后一步呢？结果就是以前可能觉得没必要或太贵而不做检查的人，现在通通都来了，扫描的总量大爆炸，反而让放射科医师变得比以前更忙、更重要。好，讲了这么多放射科医师的过世，这跟坐在荧幕前的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啦。这个故事其实是一剂强心针，但同时也是一个警钟。史丹佛大学有位教授 Curtis Langlotz， 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讨论的精髓。
他说 AI 不会取代放射科医生，但是会使用 AI 的放射科医生将会取代那些不会使用的。这句话你把它套用在任何行业都成立。未来的竞争从来就不是人 vs AI， 而是懂 AI 的人 vs 不懂 AI 的人。AI 说穿的就是一种工具，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工具本身，而是来自那些比你更会使用这个新工具的同行。所以，要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职涯，关键就在于你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。你得问问自己，你现在的工作是比较像一个执行重复性任务的操作员，还是一个处理复杂问题和策略的决策者？那要怎么样才能从一个操作员进化成决策者呢？你需要专注在那些 AI 短期内甚至可能永远都学不会的事情上，比方说跨领域的整合能力、复杂的伦理判断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有温度的沟通和关怀，把你的精力从执行任务转移到解决复杂问题上。所以你看，放射科医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：未来真的不是拿来被动预测的，而是靠那些愿意拥抱新工具、跨出舒适圈的人主动去创造的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，我想留给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在这个 AI 时代，你选择当一个操作员还是一个决策者，你的价值将由你自己来定义。